宁古塔，满清的流放地，重罪的官吏，失势的龙子凤孙，写错文章的江南才子，九族囚禁，阖家流放，万里跋涉至此，一条命10分去了9分，在此终生为奴为差，不得脱逃。这是300年的寒冰地狱，囚出无门，辗转身影。这场冰河上的约战，只因一桩始料未及的命案。后面快点的！他在这儿杀刘老四还敢来啊？替我爹报仇！刘老四坑害兄弟在先，他尸体不能还，那就打吧。小崽子，今天你不用上阵，你还小，想死不是现在。打！啊！武平原，咸丰5年，流放宁古塔。今日，奉宁古塔将军徐冠代之命，前来调停此事。这是宁古塔镇守将军之意。凭借此意，就能调动军团里的8旗兵丁，在这流放之地，犯人殴斗坏了人命，当官的要丢帽子，你们的脑袋也没了。苏大嫂子和她孩子2个团的伙头，到我这里来。今日谈和不了，你们死的人把这河给我填满了，我也绝不再管。大爷，3个字给您唱到师傅家的大西厢，咱闹5更了。1更里这个张秀才，手点上花来。五爷，您来了，来，快，里边请，都在后院等着您呢。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江南江北的大药商，什么广州的杏核堂，北京的同仁堂，杭州的胡庆余堂，而且还来了一个大老板，那是全国200家连号的少东家。东西真不真？真咋不真啊？这是那个黄字号屯的刘老四和兀字号屯的苏书和，他俩一块挖的。他们俩为了这个参，在树上住了得有小半年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用这个泡了朱砂的红绳把这人参娃娃给缠上，用2根绣花针前心通后背，把这人参娃娃定在那儿。好，这个参回来的时候还顶着5花3叶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啊！那眼睛鼻子清楚极了。你这张嘴啊，拜个师傅学收书吧。看东西100两，我只认现银子，4大横的银票。
开价，您开价。我只管看货，不管报价。走吧，走吧。说个价。不是说好了一个一个来吗？滚出去！您谁啊？说你呢，滚出去！哎，虎爷来了。两个流贩跟我装什么大爷？我说陈兄啊，在这儿做买卖还真绕不开古爷。哎，你不是买了个饰品的顶子吗？你把这官服穿过去，怕是这宁古塔都找不到这么大的官呐。谁不知道这地界上，银子比顶子好使？总之，大家各凭财力。我怕是谁也买不到。这个是哪个兄台啊？还躲到屏风后面说话的了。诸位，这是咱们京城李家的少东家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得罪勿怪，得罪勿怪。哦，李万堂的公子，我帮你讲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好了，要定了。你呀，到船上看看去，还有多少现银子？今儿要是能够，咱比一比。姓徐的鼻子真灵啊，这就要抽水。我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。你也知道咱们这位徐管带，门口过辆大粪车，他都要停下来尝尝咸淡。你这宝贝人参娃娃，把咱们宁古塔的地皮都震起1尺多高啊！他得派我来盯着。我信你。要看货吗？不看了，你们交易的时候我再看吧。我就是想问你啊，怎么这一次那么豁出性命？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，可是我儿子不能在流放地待一辈子。我找了条门路，让他逃出去，给他改个名姓，找个地方读书。现今儿已经9岁了，天天跟我舞刀弄棒，非要跟我上山去挖参。也是被我给坑了。要是真的能把儿子送出去，这个买卖值。门路稳妥吗？稳。东西卖了，该给徐管带的钱1分不少，剩下的我和老四平分。你想卖什么价？至少10万。少了。哎呦，姑爷您来了。四哥，喝了点儿，来晚了。我刚才还在跟老苏商量呢，这东西打算卖什么价？8个也行，10个也行，80也行。屯子里死4个小伙子了，娘亲老子追着后屁股要钱呢。行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嗨，您费心啊。各位，古平原有礼了。古爷，今日来的有旧相识，有新朋友。虽说这天下路，天下人走，可有一样，大清王法，汉人不得入关半步。大家做的都是个掉脑袋的生意，而我来这里，只是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买卖做下来，同时，别在官面上被人挑理。请吧。刘四哥呢？回家看儿子去了。他说虎爷操持，放心。真看得起我。诸位，咱们就公开喊价吧，价高者得，1万1手。5万8万什么？19万两。 22万。 25万，27万。谁呀？谁喊的27？28。29万。
30万。哎，我说，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，有钱吗你？船上有啊。哎呦，船上有。小子，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课。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，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。闹了你，胡闹什么？你家若是诚心做买卖，你爹也不会让你来，你别胡闹了。听听。闹什么？好，那就归你了。请了。哎，4大行的银票，你验一验。我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你看看。这人参娃娃就归您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此等宝贝儿，让咱们爷们儿也看看眼，露露嘴，看。啥也没有啊，东西呢？虫呢？没有啊。东西呢？东西呢？起来。怎么供的？骗人吗？姓苏的，我东西呢？是不是在你身上？对，看。咱这一辈子，刀口上舔血，从没说过半句假话。苏大哥，老四走的时候，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？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，肯定在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今儿是没看黄历。姓苏的，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。什么人参娃娃、山神爷爷的，空口白牙，明着骗啊！我没拿。啊！我真要信了你们，我出了这门，你们还能认账吗？我小老头一家，我不得全家跳河去啊！骗子，太损了你们！就是这宁古塔本来就是贼窝。走，我没拿，站住，都别走！诸位，我没说过半句假话。今天下午我还亲眼看见，就在这个盒子里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。姑爷，你替我作证。苏大哥，你别鲁莽，把刀放下。你跟刘老四到底在合计什么？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你叫我现在怎么帮你？生意没有那么做的。做生意？我做生意？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？我这辈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，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，我后悔。各位，今天我让你们走得安心，姑爷，信我。这买卖不成，这个样自杀了，这不至于，这孩子怎么办了？怎么说也是条命。
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查清此事，不会让你死不瞑目。怎么又死人了呢？死了怎么了？一个流放地的犯人，死了不跟捏死个蚂蚁似的？徐冠带，此事非同小可。死了的那个苏姓钦犯，过去可是正二品的武官。他就是挣到天上去，在宁古塔就是个臭犯人。他可是南京城打了败仗才流放到这儿的，保不准皇上哪天想起来又重新启用他，你我还活不活了？你赶紧派个机灵的去屯子里把局面稳住。武平原，给徐管带请安，给县尊大人请安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本以为是刘老四搞的鬼，所以他借口儿子生病匆匆离开。但是，老苏在死之前说，刘老四没有开过盒子，也有可能在竞价之前，人参就被拿走了。所以这中间的真真假假，我一时也搞不清楚。还真是古怪。我派你个差事，王大令亲自叮嘱你。县尊大人吩咐。追查人参的下落，这固然很重要，但姓苏的死因不能草率，得让人能信服才行。而且上上下下都要口径统一，千万可别祸害了我跟徐管带的前程。小兄弟，务必好好安抚苏家人。总之，平静无事就是最好。是。你这个手下，看起来真像个能办事的人。这个人，我睡觉都得睁着眼睛盯着他。一介书生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。他这方圆数十里，拿着他的名头，城外10几个屯子的犯人都能替他卖命。你好，姑爷好。姑爷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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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爷，大枪20枚。姑爷，您这边请。大姑一打响叮咚这么来，这回来个3盏灯，3盏灯，你要是愿意，你就哼一声哎。行，孝子点灯。点灯，老仙家要是听啊，也别说怎么走大道，怎么越车辙，你可走小道，怎么路水多，卖黄拉草黄地格，一路之上多辛苦。苏大小姐，姑爷，我当家的是在你面前死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他死的时候疼吗？一刀穿心，不疼。姑爷，姑爷，喝一口。哎，你昨天好好的，怎么先走了？老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长痧死了。死了？姑爷，您在哪？各位兄弟高义，坐下喝杯水酒吧。姑爷，我心里闹腾。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，他不也不至于死吗？不是？别自责了，他的死跟你没关系。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？千军万马都杀过来了，说几句重话就受不了了。安心吧您，
兄台高见啊！还未请教台府啊。上礼下卿，赵钱孙李的李，卿子卿尊的卿。在下古平原，不幸今世无古钱的古，上平下元，平原君的平原。还未请教家世。家父上万下堂，小商人。京城里万堂，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，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了。今日这些来的人，确实都是看热闹的。除了李公子你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是带着管家过来的。管家人呢？家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宁古塔近日官腔码头全被封锁，你的管家何以知晓家中出事了？难不成他是神仙，用家会算？他身体不好，血液暗行，古人谓之笨。他得了什么重病啊？竟然能做到雪中叶人，闻所未闻呢？敢走我就敢喊。可是你空口无凭，你想怎么样？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，见过刘老四。窑子里的姑娘说的，不会有假。你们做的一手好生意。管家那么干，自然是我爹受的益，我是不同意的。我想也是，若是合谋，哪有管家把主子丢下来顶锅的道理？哎呀，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苏大哥过于哀痛。人参娃娃这种天才地宝，本就不该采，不该落在他们手里。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得了这样的宝贝，是祸，非福。姓古的，我尊重你呢，叫你一声古爷；不尊重，你也就是血管带的一条狗。还敢踹我，信不杀了你！你可以再往下一点，第3根肋骨到第4根肋骨之间。苏大哥死的时候，刀子就是从那儿进去的，干净利落。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，那么好的兄弟，你舍得坑他？我根本就没干，我没拿过钱，你再说我就杀了你！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埋怨过你一句。你不说你儿子死了吗？好，你现在把他的尸首拿出来让我看，只要有，我全身上下3刀6洞任你处置。我眉头皱一下，我不算好汉。你干吗？我根本就没干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叫李清的那个少东家，他的管家就在昨天连夜出城，领着你的孩子，对吧？你想杀我？没用的。你把你最好的兄弟给弄丢了，儿子也不要了。他这么小年纪，你让他从流放地一路回中原，以后官府抓他，仇人寻他，他还活得了吗？你一个子儿也没要，就让那个管家把儿子带走，是不是？苏大哥跟你一样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去取了人参娃娃。
无非也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尽快回到中原。大家都是当爹的人，你的心肠怎么能那么狠毒？行了，跟我回去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天底下没有不还的债。起来。小虎，四哥，小虎，小虎。大鼓一打耶，响连天呀！人不明我的家乡，人追流放走河阳。过了武关斩六将，来的是吃面吃心的关大王。吉祥行天下，富贵保平安。停！部队的头啊！敲门吧！探城门的大人老爷，我们是来进海盐的商队，山西吉祥号。盐引子在此，您落桥开门，验了引子，我们好投递啊！爹，可以进城了。有马队。徐管带有令，聚众殴斗者，杀！顾远，刘四嫂子来这干什么？还嫌事儿不够大？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，他非要来讨个说法。要不是刘四哥把儿子送出去，两个腿也不会闹成这样。王爷说的是。哎，苏家嫂子，先把尸体还回来嘛！他儿子不是死了，是逃了，这账还没算呢。咋的？苏家大嫂，没得商量是不是？小虎来，我来问你，你怕不怕死？我怕。你说什么？苏家大嫂，顺风旗别插得太足了，一命抵一命，
刘四哥已经还清了，你现在还在这样不依不饶，是想让他180个兄弟给苏大哥陪葬吗？苏大哥这一生最讲义气了，爱护兄弟。如果他泉下有知，看到你现在这样只凭着意气用事，你觉得他会安心吗？不如这样，你画条道下来，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，我一定做，行不行？这事儿你管定了是不是？是。既在宁古塔，都是苦命人，让一步吧。你去应了我一件事，我拍手便走。刘四哥，我给他盛殓好了，恭恭敬敬地送回来。你讲。你离开之日，孩子的前途就交付给你了。你不能让他在这儿待一辈子，你给他带出去，他给你当牛做马，都行。啊？那你起个誓，让我安心。我古平原起誓，此生若回到中原，定把这孩子接走。有一口吃的先紧着他吃，有一件衣裳先紧着他穿，一定将他好好的抚养长大成人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，夭折短寿。怎么就走了？你也不想让我的孩谁让你起来的？知道犯什么错了吗？不知。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玩，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，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？愿替大人解忧。人死了就死了，那个人参娃娃呢？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？怎么，青天白日的，那么金贵的东西，你够福气拿着吗？我自然是没这个福气，可那娃娃真的不在我这儿。我听老人说，那可是个灵物，有德者享之。为了卖它，刘老四和苏书和把绑在他身上的红线绳和针都给拔了，他成了精，他跑了。谢盟，大人饶命！我不知道啊，你把我脑袋砍下来，我还是不知道。大人明鉴，再过点时间，我好好查，好好查。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不是人，我是鬼。大人是山神爷，我就是大人的伥鬼。我饿得很，去找食去。滚！卸完货，把车都立到墙边上，骡子牵到后面喂了。湘南天地玄黄，码好，别慌乱了啊！轮子不动，盘点清楚。这也没学过烧炕，你逞什么能啊？
哪位是常四爷啊？小老儿正是。先生贵姓？在下古平原，帮徐管带办事的，过来拜会一下。啊，这样。姑娘，这炕都是通着的，灶上做了饭，屋里也就热了，别给自己呛着。这行。喝茶。四爷这是做的什么生意啊？年关将近了，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。吃马帮饭，穿四季。家里女人死得早，姑娘就在马堆里养大。到老了，弄套宅子置点地，谁曾想啊，一辈子吃跑腿饭的坐地户是外行，落了饥荒，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，想到关外来运堂海盐。债主催得紧，赶一赶，年前能回去。出门在外啊，全靠朋友。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，感激不尽。四爷是老江湖了，一点谈不上。我也不是什么先生，就是一个流贩。徐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，就让我帮他招呼一下往来的商户。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宁国堂。不错，流贩们一路发配至此，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。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？都是军屯，就被分配到那儿，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，打狼、打老虎、打那黑瞎子。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，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，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。还有去挖参的，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，稍有不慎，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。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可在这宁古塔，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。不孝敬，过不去。多谢顾先生。哎，姑娘叫我。你别说便宜话。会烧火吗？你看这木头啊，就像这么堆着就行，别压在火苗上啊。你老压在上面，难怪它冒烟呢。学会了，他们不教我，还总开我玩笑。不出半个时辰，这屋里就能热了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来碗酒。吓得我开开了门把你的先动！哎！我去！李少爷，你这练的什么功啊？练什么功啊？搭把手，搭把手。你衣裳呢？刚才进去耍钱，让人当了洋果了。我明明是对虎头，对面是对铜锤，哎，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。银票搜了，衣裳也给扒了。
不是，衣服，跟我进去，再把衣裳赎回来。赎回来？哟，古爷，哎，挑新鲜来了，古爷，来，刘文强。顾爷。来呀！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，就是他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赌神菩萨第一灵，投资小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一府，庄家第3府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，就是他。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，是个对子。什么对的不对的？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屁啊！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，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厦大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赌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扳机了。2。哎，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走。将军，什么都没搜到。一大笔钱，打算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吗？关外一草一木都是皇上家的，想做贼，把你们娘俩下油锅炸了都数不清这罪过。人呢？不知道，没见过钱。哎，徐官太，徐官太，他男人刚入土啊，给个面子。都活腻了啊！给我听好了，不把钱交出来，整个屯子都别想好过。我还就真不信了，撬不开一张活人的嘴。忘了再走，回去慢慢问。上来！
你们把这房子挖地3尺，那姓苏的坟也挖开看看有没有藏东西。走。苏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，武兄，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。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，需要运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？买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要是论耐力，穿马、颠马都挺好。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？还不知尊驾是谁呢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。这马要运到南边儿，坐海船岂非越走越远？马运到南边，你是？我怎么？武先生怕了，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贼，我是流民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顾兄，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？苏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帮他就帮你了。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？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，辛苦古先生。苏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给他开门，他早被打成筛子了。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将军恭候万代，小明给您磕头了。天寒地冻的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受朋友之托，运点海盐回去。哪儿的人啊？回将军话，小明是山西平遥人。我听说山西之富全国第1，那儿的人放个屁都油裤裆。这点门包换到别人也就算了，你呢？古平原去那么久，回来没有啊？刚刚回来。那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让他滚过来！将军，那小人告退。大人，你要逃到哪里去？我哪敢逃啊！我把苏家那娘们儿和小崽子都丢到地牢里了。像苏那死鬼，我都让人挖出来搜了几遍。这钱到底藏哪儿啊？这个事儿要着落在你头上啊，这个我去谈。只不过他男人命都搭进去了，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？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，孝敬上来，得多多的备银子。给你3天，事儿办不下来，明年让你上山抓黑瞎子去。是。刚刚来那老西子，你到他住的地方去，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，要不然那海盐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。是。
爹，给我弄点茶来。老爹，您说这天越来越冷啊，咱们在这待了2、3天了，哎呀，也是有点闲。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那个姓徐的官儿啊，简直就是棺材里伸手，死要钱。顾先生说送2、300两，我想着早点能办下来，就多加了100两。他反倒不干了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咱再加100两啊？不行，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跟天灯油似的，一会儿100两，一会儿100两。他反倒不肯放我们走了。这事儿是我办的冒失了，只能等等了。等顾先生过来，我再向他请教。爹，那个古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进城的时候见过他一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很威风的。上一次他来同我讲烧灶的事情，我就想起来了。你呀，怎么什么都记得住了？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，你是个女娃娃，别到处抢着跟人说话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去看看马，天儿实在太冷了，加一次料可能不够。我回屋睡觉了，爹。哎，你给我续上水再走啊！您不说，我哪敢给您续呀？弄得我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没大没小讨人厌。闺女，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？宁古塔，不是流犯，谁会待在这儿啊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咱们呀，老老实实的把事儿办完，回家过年。东打听西打听干嘛？爹，那你说那个古先生，是不是大盗，杀人如麻，吃人心肝什么的？山大王，你是听书听多了。那你打听打听呗。我这燃眉之急的事还解决不了呢，哪顾得上打听这无聊的事儿？睡觉去。大嫂，苏大哥的尸首我找回来了，已经埋上了。你放心，等开了春，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，再找个石匠，给他雕块好碑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，顾先生。那姓徐的官带对我讲，说了事情，将来给孩子补一个骑兵的位置，给我在城里整套房子。你答应他了？老虎跟你商量，只吃你的胳膊，留着你的腿，你能信啊？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。大嫂果然有见识，
他还限了日子。今天3天，我会尽快救你们出来。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顾兄弟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把孩子带走，我求你了。娘，我求你，我哪儿也不走。你别，我就在娘身边，我就在娘身边。我给你可好了，你是不行，只求你这一件事把孩子。四爷，嘿，顾先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，请。你是江洋大盗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？净说孩子话，先让他出去。哎，顾先生，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包啊？我寻思着着急回家，就给了400两。可是徐官代非说山西富甲天下，这个钱不够。给的越多只会越麻烦，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。你明白的告诉我，你若帮忙，需要多少钱？莫怪。这样，过3天，我把盖了城防大印的眼影子给你送过来。至于钱嘛，我在宁古塔，要钱也没用。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，过些日子告诉你。顾先生，你若能帮小老儿度过这一难关，日后但有吩咐，必尽全力。顾大哥，怎么，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四爷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倒是我想打听个事儿，成不成啊？啊，你问。你流放多久啊？过了这个春节第5个年头。哎，我听说这都是大盗反贼，你怎么也不像？我就是大盗反贼。我之前杀了很多人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。我不仅杀他们，我还抽他们的筋，喝他们的血。吹牛吧你！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。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，一刀抹了我，省得我在这里不人不鬼的熬着。哎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这鬼地方，以后能不来别来了。哎，你当我害怕吗？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，春天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狼群，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，我也没怕过。这野物固然凶残，却比人强上许多。这天底下最歹毒的就是人性。年纪轻轻，说话像个老头子。我有吗？你是犯什么罪来的？哎，不高兴可以不说啊。说也无妨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就是考状元。是考状元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，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。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？匆匆交了试卷，准备出去，但课场有课场的规矩，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。他们呢，就说我咆哮课场，把我抓起来，流放到这里了。那你是被人害了？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，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。很明显就是有人在课场诬陷我。这5年来，我朝思暮想，却还是没有头绪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来了！哎，我还要再问一句，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哎，比起别人算不错了。刚来的那1年，在海盐厂干的，双眼几乎瞎了。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，帮我调理，这些年慢慢康复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
哦，不问了。我爹呀说的对，我呀就是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出人脊梁骨。你不许生气啊！哎，你几时回到中原？到山西来找我们？这些俄国人，枪炮造的当真好。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，岂不是大发利市？眼下南方战事吃紧，连买枪炮都难，更别提造枪造炮。说到底，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。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。我当然怕呀。幸好我来之前，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，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。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，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，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？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，全靠我护着。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，你说他胆子小，哼，商人见了钱，胆子比天还大。哎，你那朋友该到了吧？苏小姐在吗？谷兄，进来吧。进来，进来。坐。有主意了？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。你讲，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自然有办法。这可不行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。你这300匹战马，出了城以后，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带着个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谷兄，我看你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。你得让我信你。给他。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。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，下山东，坐船回南。如此便好。谷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。反贼，这2个字很吓人吗？你宁可在这当奴才，也不肯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谷兄，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，谁敢收留你？谁敢保你？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，想做买卖，你连个籍贯都没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敢回家吗？天地之大，无处存身。这话见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个黑人，担惊受怕的活着，值吗？实不相瞒，高堂老母体弱多病，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没办法见她最后一面了。当年我在考场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？
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，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。一点见面礼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青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，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，这非得是我。姑娘们，快点来了！山羊飞，还是石小昭君。姑娘们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。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像个小伙呢。去吧，都给我下去。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，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多谢二位。你快起来。哎呦，我死了，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滚蛋！新娘子出来了！恭喜！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，京城5省连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，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，凡是去的都有赏银，4个碟子8个碗的流水席啊，酒随便喝，
我刚回来。我现在进去陪他喝喝酒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一喝多了就倒了。你看你要不要啊？大人，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，用不着等到明年春天，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。大人息怒啊，怎么生这么大气啊？交代你2件事，你办了没有？说。回禀大人，您交代我的2件事，我都办妥了。钱呢？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，他们说，大人只要5万两银子，很仁慈了。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，就算是10万两，也愿意乖乖的呈上啊。你答应的？啊？真的把他俩放了？你还有几年刑期啊？还有10年。你把银票骗出来，我给你减5年。当真？像那对母子一样，放我回中原？你活着回去。懂了，大人。那你好好喝着，这壶酒下去之前，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。他信你，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。我们宁国台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贪财，更贪命，每个人都想逃出去，可怜可惜。顾兄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想不想回去？这对母子我就定了。姓徐的，我忍了5年，就为了这一天，会师被人陷害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哭啊？有话说。这样，顾须海，我一条贱命，大不了咱俩一起死。嗯。顾兄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钱不要了。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，逼死了那么多人命。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，只找我一个人，记住了吗？姓顾的，行。宁国团200多年，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，你逃不掉。咱俩再见面的时候，老子把你劈吧！孩子，兄弟们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爹，羊我都验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准备回家。赵守儿回家。
只带2个人走。母子俩都得带走，留下谁也活不了。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疗养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，买个身份，让孩子当个学徒。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，还怕再多这2个？顾兄，我应了你。别走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徐管带要追上来，你能护着他吗？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。一报还一报，这2人我带走，可把情分还完了。要护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苏小姐，顾先生，等一下。刚来宁古塔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，也不堪押起来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要答应跟我回南，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。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贼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苏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领了，咱俩的账清了。将军，有人看见姓古的往庄稼山方向跑了，还想逃？在一个书生跑不快，都给老子加把劲儿！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！走！撤！
见他们跑多远？走！都给老找仔细了！不许你，都别动！刚给你拔了剑，狼牙剑上有刀刺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是。我爹说你不能喝水，来，吸点湿气舒服一下。我怎么在这里呀？元儿，你出去看着。我兄弟，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帮长思渡过这一难关，亲手小老儿一拜。我们啊，本来在双架山外路口等你，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，幸亏听了她的话。不然咱们就错过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这大雪天，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。四爷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，不光是你，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，都会被我连累。我长死行走江湖一辈子，别说是恩人。就是萍水相逢，我也不能生在路上。你放心，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，一步不停，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，他们应该追不上了。他们骑兵精良，就算咱们早走一夜，不出2个时辰，他们也赶得上来。在这雪地里。车辙的痕迹，抹不去。撤！别动，四爷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死里逃生。哎，拖他的根啊！快点啊！徐大人，徐大人，有何指示？徐大人，滚开！里边去！让开！
呢？大鱼。盐呢？没有盐啊。对吧？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，要帮着刘人出逃啊？小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，犯法的事儿不干，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！谁敢帮这个忙啊？小人说的都是实话。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！2条腿能跑过4条腿？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。你在车里。是，大人。知道藏你刘人的后果。小人有几颗脑袋，敢干这种事儿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人，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，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。都上马！老东西，这人要是找不到，我就着落在你身上。别以为你躲得开。小人说的是实话。孩子，赶紧上车，抓紧赶路，别提这事儿。孩子，到前面山头，给我看着。如果那帮人再回来，赶紧发信号，惊喜着点儿，咱们保不齐先。好嘞。C， 稳妥起见，让装满盐的车先走。兄弟们，把做饭的家伙事拿出来，凿开地面，往那3辆车里灌。把你们吃的面饼泡了香油，撕碎了放在筐里，系上绳子放在水里，半个时辰以后提起来，抓了鱼装车里。这里地势一马平川，藏不住人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怎么样？骗过去了吗？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？你放心，没问题。走。烟影子已经盖了城防大印，另外还有一事，徐四爷帮忙。门外有一包账本，急速派人送至吉林将军府，救命良方，越快越好。
什么鸡毛狗叫的，说！标下给大人请安。标下未能城外迎接，死罪。标下耽误了一日，本想今天一早就去吉林请安。这是什么？是孝典将军的毛皮，这些虎皮是属下亲自挑选，都是一箭胜穿双眼，皮子一丝一毫都未伤到。这是什么？参酒，里面都是野山参，标下选了最好的参炮了，给将军大人滋补身体。还有吗？里边还有。收获真不错，把东西给他，看上面的账目对不对？怎么，自己的东西不认得了？将军大人，这是那些犯人污蔑在下的，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。标下对将军忠心不二。送账本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单子，上面说你贪赃枉法。你把朝廷犯人当作自己的家奴，予取予夺，草菅人命。说，我不管，他就要送往京城。这个古平原可是你的手下，所以麻烦你老兄摘掉帽子，让我好好查一查。将军大人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。标下是朝廷命官，大人不能提起流犯的话。单子上还说，你给南方反贼提供战马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，连我都得被连累上。这事儿有吗？没有。吉林将军令，宁古塔四平管带徐三贪婪成性，勾结反贼，满汉屠贼。我持赵虎石，不加场留意。宁古塔四平管带徐三。兄弟，荀子17号吗？怎么子？哎，你老兄可不要乱走啊，让巡场看见就麻烦了啊！我从会址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便利就剩下一口气了，图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姓古，上品下云。嘘，巡场的来了。哎。我从会址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便利就剩下一口气了，图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姓古，上品下云。我是古平原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。考场之内禁止说话。刚才有人找我吗？走。我是古平原。科场之内，这里都是举子，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？家中老母病重，我心如刀绞，学生要交卷，这一科我不考了。查，徽州生员古平原咆哮科场，辱骂上官，犯大不敬律。着杖50，流放宁古塔15年。
这个傻子，你被人害了。可我听得真真切切，他娘憋的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年纪轻轻的被流放15年了，你可惜了嘛这？这谁要害他？刚多大了，他啷个这个事？谁说不是？你哭什么？谁哭啊？先擦还来得及。你把我们都吓坏了，一直说胡话，一会儿喊打，一会儿喊杀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。哥，干嘛？哎，别，你乖一点。你这是发烧了，受了外伤，被冰水一激，热毒全出来了。我跟爹得轮着班照看你。大夫说了，能不能好，这几天很关键。不说这些了，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有一个人，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。他死了之后呢，见到阎王，阎王爷就跟他说：“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，随便挑。”于是他说：“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、无父无母、娇妻美妾，一辈子平安吉祥，最后得享高寿。”阎王爷就说：“哎，老兄。”要有这样的地方，我就去了。你来当阎王好不好？不好笑是不是？若有来生，我想像你一样跑马吧。我读书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你死不了。是吗？嗯。你看你，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，结果怕死怕得要命。哎，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在悬崖上睡过觉，在草原上遇过狼群，我都没怕过。就开始怕了一点，后面我就不怕了。我如果真死了，有你们哭，有你们埋，我不怕。让那姓古的死了算了，俺惹了麻烦还手啊！我流放的罪犯带在身边，那是要抄家砍头的。您说您怎么那么糊涂呢？要我说，咱到了山海关，找个村子，找户人家，
给人家点钱，让人家照顾他。那至于他能不能活，和咱没关系。他现在啊，病得这么重，离开咱们，死路一条。那为什么非得带他走呢？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呀？黑子，啊，我老了，你以后召集弟兄们继续跑马帮，记住我一句话：天大地大，不如人的命大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算撞上一个生人，能帮还是要帮的。更何况，他与我们有恩呢。你要是怕了，你先走吧。少爷回来了！少爷回来了！快去厢房给老爷报一声。走走，定有赏钱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上个月管家回来了，说这回啊，您自个儿谈了一笔大生意。看少爷这么春风得意，这生意一定是谈成了。少爷，老爷有请，直接到书房下见。李靖少爷，老爷在屋里等您。孩儿回来了，给父亲大人请安。进来。爹，孩儿回来了，给父亲问安。都办妥了？都办妥了。马过辽阳就有人接手。苏小姐回南，孩儿这次星夜兼程赶回来。我都知道。苏小姐托人送过信，这一路还算顺利。苏小姐写信了，她说我什么呀？你想知道什么？孩儿这次大概并没有做错什么呀。看来你做的都对。爹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跟逃亡的刘人打交道？你知不知道大清的刘人法？包庇窝藏与刘人同罪。咱们家家大业大，多少人眼睛盯着，巴不得咱们出事呢，他们好群起攻之。爹，没您说那么严重吧？那张广发买人参娃娃回来，还带了一个孩子呢。我把兄弟托付给我那对母子呀，放在咱们家药铺里了，改名换姓，当学徒养着呗。我没说他们。你说古平原啊？没那小子，我们根本回不来。爹，那个人您是没见过，我觉得倒也是仗义、有担当的人，就是不知道他这次活下来没有。要是活下来了，可以和他做朋友。做朋友？你跟他做什么朋友？他一下带2个人出来，那官府要是查我们，全家人都得被你害绝了。那苏小姐，苏小姐是苏小姐，你是你。他要造反，你想跟着掺和？他去买战马，我让你协助。他能买得进，带不出来，那是他的事。你出什么大个的，还找人帮忙？哎呀，爹，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，天底下您最英明，但又不是我要去的。那苏小姐是您让我等的呀。那苏小姐她是反对您是什么？您那还怪起我呢？苏小姐你怎么看？美女蛇，美则美矣，感觉冰凉，摸不透，而且她的手段狠得让人害怕。我走过南七北六13省，见过大大小小的生意人，
他应该算得上是第一聪明人。我不敢不帮，也不敢招惹。他就是我命里的劫数。爹，那您跟他怎么认识的呀？为什么这么拼尽全力的帮他？无非以利诱之。生意人贪财，读书人贪名，当官的贪位子。只要心有所求，那就算是跳了崖了。老天爷真是帮忙了，热毒啊，居然给降下去了。真成吃糊的了，喝口粥都费劲。打上初愈啊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四爷，我顾平原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一辈子念你的恩，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。哎，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能把你救活，算是圆满了。常姑娘们，这些日我迷迷糊糊的，每次醒来看到她，不是在煎药，就是在打水洗手间。我这一条贱命，还能有这种福报，我想好好谢谢她。不说他了，说说你爸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，被流放了。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，会惊动官府。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。我怕不妥。好了，就听我的吧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有个老娘，还有弟弟，还有个白老师。还有个老师？白老师对我很好的，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。郭兄弟，你不是说你未曾婚配吗？啊，我说我还没成亲，本来约定的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好好歇着，
少说话，上气。干什么去啊？送药。你坐那儿。爹有话跟你说。孩子，从今以后，照顾古先生的事儿，你不用管了。行。我去把药锅洗了，也不用再找大夫，把他往街上一扔，还省房钱。净说屁话！坐下。不是你想让他活吗？提着脑袋一路带着他。我说的是你。人过去，心不能过去。这些天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他，爹都看在眼里。我提醒你，你还是个姑娘，还没找婆家呢。我老了，也跑不动了。以后啊，你得踏踏实实的嫁人。我也没有儿子，只能守着你过。你总不能嫁一个流放的犯人。爹，我救他不是因为我要嫁他，是因为古大哥是好人，也帮过我们。我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死掉。你莫说他是流放的犯人，他就算是妖魔鬼怪，今儿我也要救。烫着。快到家了啊！都打起精神来！你看，那就是雁门关，说书先生讲的。金刀养老令公带着7狼8虎镇守在此，要不是双龙会跟着奸臣潘仁美所骗，何至于把一位盖世的英雄逼得撞死在这山上？我真后悔。人家被撞死，你后悔什么呀？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我总抱怨他，听书只能听一半，不管多么牵肠挂肚，非走不可。再回来，要么换了一个说书先生，要么换了一套书。只有那年下大雨，马队走不了了，我完整的听了一部《杨家将》，只可惜我喜欢的人全死了。但现在想想，倒也是，好日子难得。你看，像我爹，这几日这么高兴，还有你陪在我身边说笑。这么好的日子，不知道将来想起来，会不会也特别难过？你当我瞎讲吧，我爹总说我爱胡思乱想，没个正经。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。古人常说，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，本身就没有多少。下次你爹再跑马帮，我想跟着，学学做生意。我爹说了，你是读书人，是要考状元做大官，经商是建业。我还考状元呢，我都被人革了功名了，这辈子都没有当读书人的资格了。天底下士农工商，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？哎，你说如果我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做生意，他能答应吗？我爹必然十分欢喜。他若不教你，我可以教你。嗯。哎，古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想？你千里迢迢逃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爹学做生意？我若说是，那便是骗你。实在是，我经历的这些劫难吧，都太过古怪，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原因。但这辈子，就算是豁出命去，我也得搞清楚。什么？在我儿时，我爹外出会试，结果一去不复返。待到我要去京城会试之前，老娘再三叮嘱，无论如何都要找一找我爹的下落。
我去到京城四处寻访未果，之后便在考场里出了事。我总觉得后头有一只手，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向我父子痛下杀招。至于中间的是是非非究竟是如何，我若不逃出来，一直在宁古塔，我想破了脑袋也没用。那你要到哪里查出真相？开始只想着先逃出来再说，如今真成了流犯，天下之大却无处可逃，真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古大哥，你是好人，天下有路，天下人走，你不妨委身在此，学学生意，等到朝廷大赦，再动身也不迟，何必长吁短叹呢？你说的对，我是古夫人的酸气又冒出来。准备下山。咱们快到家了。四车不见了，四爷，去哪儿回来了？发财发财！哟，回来了啊，裴子哥。四爷好啊！好。哎呦，来个早年啊，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，四爷发财！发财发财！四爷，恭喜发财！好，四爷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四爷，有些子怎么见了啊？哎，你没见过银子啊？好家伙，这银山，这不得上千斤重啊！怪不得叫祭死贼呢，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？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，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。若不是他，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？走。四爷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，买了一个房子，包了官家的2亩盐田。那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，说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，最是发达。他几次想买，我爹不肯卖，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。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，案子挂起来不审，还封了盐田，说结案之前不许出言，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。管家，常老四回来了。昨天4辆盐车先回来的，老家伙刚过去。刚才这马队里边，我看着有一个年轻的后生，眼生的很呐。去查查。楚兄弟，看看我这套宅子呀，是平遥城里啊最好的4合，风水好，聚气。好好露一手啊！这是花厅，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楚兄弟，这就是后院。哟，四爷，啊，您快尝尝这刚拆封的老酒呀！好酒。来，闻闻。我们山西人生了闺女啊，就把50斤的酒埋起来，等她出嫁的时候，挖出来喝就叫女儿红，儿子叫状元红。我这几坛酒啊，可是平遥顶尖的酒坊里酿出来的尖红，晚上好喝。晚上啊，给我喝倒。好嘞，四爷，谢四爷。哎呦，来，学弟吧。这就是后院，这是正房坎位啊，男主人住的。这边是西厢房，玉儿住的地方。这东边呢，升旗位、喝茶、活动的地方。裴子，啊，烟交了吗？放心吧，钱都结完拿回来了。赶紧把红包包好，明天一早啊，大伙儿要回家过年了。劳齿加一，每个人呀多分1成。但我怕还不够还王天贵票号的钱。有人在就有钱在，
大伙跟着咱们冰天雪地担心说玩了这么久，咱们自己少点，没事。走。哎，你别拦着我！程老头在不在？我告诉你，让他赶紧出来，把盐田还我。怎么回事？四爷是李赖子和王天贵那票号的管家，我这就给他们打出去。哎，马上就过年了，哪有把人赶出去的道理？柯西长，把人请进来。行。四爷，您辛苦了。来前就听说了您在关外的事儿办得顺利，给您道罚了。好，感谢相慰。总算年前赶回来了。今天晚上犒劳一下兄弟们，咱们有天大的事儿，此事就不必提了吧，衙门都封印了。过了上元节，我会让黑子到票号把账消了。还有什么要请教的，一并说了吧。不敢。您是老前辈了，有事您吩咐一声，我随时上府上为您效劳啊。程老头，你偷我们祖上的2亩盐田什么时候还呢？老官司扔了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说那2亩盐田是你家的？对啊，就是我家的，我祖上的，我老祖宗的，明代就归我。你是偷的，你是抢的。哎，你小子笑什么呢？哦，我笑，老兄你够聪明的，这2亩盐田真是你家的？难道我李赖子还能骗人不成？那四爷这2亩盐田是跟谁买的？官府啊。那如此说来，就算是要还，也是四爷还给官府，你再找官府要，这才是正办。谁裤裆破了，把你给露出来了？要你管什么闲事儿啊？你说，如果现在有个姓朱的人跑出来说这天底下都是他家的，那万岁爷是给还是不给？你口口声声讨要明朝的祖产，对前朝如此追捧，四爷，我看此人像个反贼。谁是反贼？你胆子好大呀！你这是要把天地调回来啊！四爷，咱们写个禀帖送到县太爷那儿去，办他个御案，给他押解进京，到了菜市口活剐了他。不是，你胡说！我怎么就被活剐了？官府发卖的东西，你竟然跳出来打官司，说人家偷你的、抢你的，这就等于说人家官府是贼呀！好家伙，你这一下可把大清入关定鼎以来所有的皇帝都给骂了进去啊！剐你剐谁？不，这里面藏这么大事儿啊！王天贵他这是坑我呀！莫要胡信，这和我们东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你叫我帮个忙，就给我几个小钱，就送我去活剐了？啊！你们这帮丧良心的，这是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哼，这种反贼，县太爷还要给他撑腰。过了上元节啊，我看啊，还是写个状子，好好问问。这位小哥，还未请教您是？我常侍远房的侄子，这次关外啊，他入守，我把他带回来以后，家里的事他要多管一些。先生听着不像本地人呀，倒有点像淮阳那边的口音。是啊，我是徽州人，读书不成，跟着四爷学做生意，还请指教。好说，好说。我今儿来呀，就是为了这份约。票号的规矩，四爷都知道。银子是铁门槛，人是馒头馅儿，管他过年不过年的，该还的，到日子就得还。我前脚刚到。你后脚就来要债，阎王收人都没有这么急的。
今天黑子已经把账算完了，现银子就摆在那儿，你让王天贵自己赶着车来捞，我要跟弟兄们去喝酒去了。哎，四爷，四爷，等会儿。四爷呀，您好好看看，这钱呐不够，差多少？年后我再跑2趟，你们继续便是。你这个时候给我添堵，好玩吗？哎呀，四爷，我哪敢给您添堵呀？您好好看看，这约上写着，头年10月，在衙门立的县尊大人做的担保是5分利，利上滚利。还有呢，若本年内未能还清，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。就是差1丝1毫，那也是未结清啊。四爷，我来呀，就跟您讨2字儿。您要说成，我明天找人替您腾房子。我们东家呀，想在这过年了。您要说不成，我马上回去。明天县尊大人会发令签，派人封门。您看我回去怎么跟东家回话呢？啊，这冰天雪地，又是年关，你让我住哪里？住街上吗？哎呦，四爷，我也没法帮您想主意呀。急什么呢？时候还没到呢。时候怎么没到啊？上面写的呀，于本年之内。明天才是大年30，初1之前都算本年。那又怎样啊？店铺上板，衙门封印，难道你阿金尿银能拿出来？非得年30把你轰到街上，你才高兴啊？约就是这么立的，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。管家，你照做便是，请回吧。你好，我就再让你们喘1天气儿，我倒看看这银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。我是不中用啊，着了王天贵的道，我真是糊涂蛋。这世上怕是没有比我再笨的人了。四爷，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咱们商量商量。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哪儿来的什么远房侄子？他常老四家也是人丁稀薄，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后生。这常老头啊，忙不迭的解释，这一看心里就有鬼啊。他说这个后生认识去关外的道，带着他学做生意。我看这个人呀，说读书人不是读书人，说商人嘛也不像商人，7分文气，3分痞气，口音是淮阳一带的。不过要查出来尚需时。再查清楚吧。反正呢，谁敢坏我的事儿，我就把这些妖怪打回原形。年前，弟兄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啊！干一个！来，敬四爷，我们来敬一杯，干，辛苦了，干，哎，好，啊，没事，好。爹，你省着点喝呀！你跟大家伙抢什么呢？没事。黑子，来，敬弟兄们一圈，来倒上。来，弟兄们，四爷过来敬酒了，兄弟们，来敬酒啊！看吧，年年如此，今儿一定要喝个烂醉。
跟了我大半辈子。往年喝醉是因为高兴，今年是我的只怕会醉得早一些。子侄辈后来跟上来的，跑马帮。怎么？王天贵的管家刚才带着份祭文过来，要四爷腾地方。这辈子能有你们不是给他钱了吗？还欠了718两。我把爹拉回来，借酒浇愁有什么用？哎，你走。继续出门。是。你有办法？老掌柜，身体结实。那你去添什么乱？咱们一起干了！你看，四爷但凡有招，何至于把自己喝的那么多？劳累各位弟兄了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咱们一起干了！哎，黑子，来，再来杯。年30被人从家里赶出来了，我明一早想个办法弄个房子，让爹别太难过。谷大哥，对不起你啊！我的命都是你们救的，你莫急啊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要是没办法呢？那就睡大街呗。我都出了宁国塔了，对我来说哪儿都是好地方。好酒要喝好，兄弟们，你们喝就喝啊！我不去睡会儿。喝好，我没喝多。我看你们喝一个，过去。哎，你别哭哭啼啼的，你这样我怎么想办法？让我去别处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你陪我出去走走，透透气，你也带我见识见识。走吧。下月报郎。你什么时候跟着四爷一起跑马帮的？大概比这个小一点，3、4岁。我娘走得早，我是在马车里摇摇晃晃长大的。哎，真好。我小时候就在乡里念书，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省城考举。
然后呢，就是去京城考进士，再然后就是去宁古塔。真想和你一样，到处去走走。在外面跑久了，就特别想在家里待着。我爹也说了，他早晚要把鞭子收了，车队卖了，在家好好养老。你们那儿经常下雪吗？很少的。我家是茶农，那边有片茶山。要是有朝一日可以回去的话，我一定请你喝我们徽州最好的茶。好倒是好，我就怕我没那个福气。哎，你当我瞎说？谷大哥，你吉人天相，一定能回去的。我肯定吉人天相，蒙你们一家子照顾，我才能活到今日。你放心，房子的事也会逢凶化吉的。哎，让开点！可去草原闹马湾，我也还要请马帮送一趟药。哪一个有医院来的？早就听闻平遥城富甲一方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做生意的。平遥城就是这样的，都是马帮多、票号多、当铺多，小孩子只要不是读书的料，就早早被送去学做生意。可惜我不是男孩，不然我也可以帮我爹做生意。可去草原闹马湾，我也还要请马帮送一趟药。哪一个有医院来的？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常姑娘，起开，别挡着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解眼下的困局，你要不要做？那几个王爷打起来了，听说是抢草场，专门派人过来买药。我这先给了银子，明天就要走。明天就到我坑去，我的伙计也不给呀。说的对的，这不应光马乱的。到了那边，咱连句话都不会说。就是，我谢谢你了。哎，您是？我是常四爷的女儿。哦。那正兴四爷的，他来了吗？他跟伙计们在一起喝酒呢。我是四爷的族侄，四爷让我带句话，这单生意啊，他接了。四爷真是英雄了得呀！我操，他是真的敢去呀！哎，来，这件事情不好说笑。我没有说笑。你知道可哪啊？这个季节往西走啊，得过河水沼，翻躲着山。那山高的呀，连鸟都飞不过个。今天请了这么多马帮的人，没人敢接手啊。我应付应付，让那个蒙古人明天再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。哎，你不相信我能做得了四爷的主？知头青，来。六子，你去把马厩扫扫，尤其那边扫干净点啊！天亮把草料加足了。好。曾师傅，你检查检查马掌，喊个兄弟给你搭把手。好。您好好看看，这约上写着，若本年内未能还清，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。差多少？还差718两。爹，你醒了啊？这银子从哪儿来的？诸位，
有一件事情，必须要和大家说一声。四爷这房子还差着银子呢，今日若再交不齐，就要被王天贵收了去。四爷他们全家就要睡大街。这是咋？我擅自做主，接了一趟去科尔沁草原送药材的活。二位请坐。你谈风呢？随机应变吧。你们好好谈。范龙是吧？我来和你谈。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，常四爷也一定的。常四爷，我认识的嘛，以前经常跑蒙西的嘛。我们王爷也认识他，好得很。来，喝酒。哎，好汉子，好酒量嘛。来，来，哎，所有的这个汉商呢，都是我接待，以后就把我当自家兄弟。行啊，承蒙照顾了，还不知道你们到底送什么药啊？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怎么只转圈不吭声啊？这就是你给爹出的主意？不是我，是古大哥，他要没跑过马帮，他就是个书生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不答应，难不成今天晚上半夜你我被轰出去啊？哪儿变那么多银子？我没去过西蒙，我也不了解那里，但是我们老家有句话，叫千里万里，行则必至。意思是，不管多远的路，只要迈出脚去，就一定能走得到。这银子烫手，科尔沁那边在打仗，那去不得。不是您说的吗？富贵险中求。骗我！他对生意一点都不懂，怎么能谈下这个生意啊？我教的。不行，最多60天。这个夏天的时候跟我爹走，最少也要2个半月。对呀，那还是夏天呢。这回风雪交加，又要翻多遮山，又要过黑水沼，路上连个客店都寻不到，我看够呛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间是王爷定的嘛？莫说王爷了，老天爷要求的又能怎么样？我们毕竟不是神仙。你再找别人吧。走了。哎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不是谈生意，谈生意，生意是要谈的嘛。坐。你既然都喝了蒙古人的酒，那就是蒙古人的兄弟。这个事情早点谈下来，我早点回去交差，是不是？时间上的事情，最多再宽限你们10天。你们走得快一些，这个马帮的脚力费我给的高一些就好了。这个，那既然脚力费能给的高一些，我想老天爷也应该赏脸一些。你天热之前这个药如果是送不到的话，我们仗打输了，操场、女人都没了，到时候王爷一定会砍我的脑袋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，就得看我们跑得快不快了。是这样啊，现在那些伙计估计很难答应，毕竟是大过年的，谁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命搁在外头。除非，在他们走之前，先给上一笔安家费，让他们心里踏实了。而这笔钱还得你先出，
老兄弟，你这个谈法不规矩。不规矩？不规矩。你要是都死了，你上哪儿去说规矩？我告诉你什么是规矩，把药尽快送到。你那边的人没事，我这边的人没事，先把自己的脑袋给保住了。你挣再多的钱才有命花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规矩。你们两个挺能谈。交利钱交2成，我跟你去。对呀嘛，反正也没成亲，挣了钱娶媳妇儿呀。笑什么笑啊？这事儿要定也是四爷定，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？哎，四爷，哎，四爷，顾先生定和我定是一样的。常四今儿啊，遇到难处了。就一句话，大伙儿帮不帮我，我都感谢。江湖讲究，胳膊上跑马，不拖我钉钉。今天呀，我是求大家，我不躲。饭后啊，大伙儿回家一趟，跟家里人讲，现在答应我，我不信。家里人点头了，你们再来，交利钱啊，都多加2成。小六子，哎，四爷，回来娶媳妇儿啊，你还欠我一杯喜酒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嘛。来吃饭。走，这就。啊。哟，四爷！哎呦，我的好常四爷呀！哎呀，您这大驾光临，我有失远迎了。应该我到您府上亲自去问候啊。等你来把我轰出家门啊！哎，常四爷，这个“轰”字用的不好。谁不知道您常四爷是我们平遥城的老前辈呀？再者说了，咱俩打交道这么多年。我这人向来守规矩，我是怕我坏了规矩，惹人家常四爷不高兴。哎，四爷，今儿晚上的事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们来个2家并成1家，过个肥年。等上元节一出，您那车队啊，该卖的就卖了。您好好弄2亩盐田，这才是正经事儿。这是4大行的票，把账销了吧？安天贵，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，我常四没有违约啊。验一下。四爷，这笔钱没有委屈你们啊？天底下活着哪有不委屈的？动您的笔吧。
这是小号的余款，和您之前的房契，其实早就准备好了，您小拿。那我就恭喜常四爷了。我提前给您拜个早年，祝您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。以后有用得着小号的地方，您吱一声啊。也希望你财源广进，多积点德。死之前呀，生个儿女。俗话说得好，坟是土馒头，人是馒头馅儿。活着的时候金山银海，死了以后连个上香的都没有，做个穷鬼，不好受。这。老爷，您消消气儿，手都凉了，消消气儿。渣子，我杀了你！敢说是绝活，我要杀死他！还有那旁边小子，一看就不是读书人的模样，不，他长了一副读书人的模样。我闻出味来了，他那个味道有点奇怪，去查查他。你赶紧去查他呀！行。吉祥行天下，富贵保平安。吉祥行天下，富贵保平安。兄弟们，来吧！狗兄弟啊，想不到你第一次谈生意啊，居然谈成了，刮目相看。这一路上啊，我们要走很久，咱们好好的盘盘生意经。自当如此。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。这个杨和尚画的还真不赖呀！我给了他5两银子，这人眼窝子浅，还一个劲的道谢。对了，东家，我还打听到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。这个人呀，姓古，叫古平原，从宁古塔那跟上来的。宁古塔，那可是我朝200多年的流放地呀！他莫不是……谁知道呢？宁古塔，
不用了，这个开胃。从小就不能吃辣，就这点本事，还是在宁古塔练的。吃锅盔，到现在还不习惯呢。这个呀，老人说呀，是当初秦朝的军粮，那士兵们呀，把面和了水拍出一块大饼，摊在头盔上，下面搁上火，直接烤熟，个头不大，吃起来抗饿。所以叫锅盔。哎，像这些学问书本上可没有。那是。老爹腿疼没有？没事。黑子，明天早上，你先派2个人去趟路。这白毛风是停不下来了，路没有趟好大队别动那咱们走这么慢，按计划已经误2天路程了。人命是天底下最金贵的，路程耽误2天，臭辫子有我，那你怕什么？一心半点事都不能出好，我去安排。节过得还好吗？就这么回事儿吧。南方战事吃紧，朝廷各种名目加租加税，南方粮食运不过来，天儿一冷，饿死的人肯定比往年多。我过来是告诉你，时机到了。南边的事情，最麻烦的不是军事，而是经济。朝廷败了这么多次，但每次都能马上把军队恢复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赋税，有票号，有当铺。钱这个东西，不流通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我这次受命，整顿江南钱财流通，开设票号当铺，需要人才。要这么说，还真是要去山西一趟。那个地方是大清的财库，晋升8大家自前朝起发居于此地，300年积聚财富。到如今，更是垄断了票号生意。过了年，用李家的名义，在平遥一带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，主要招揽人才。不是说过了吗？天塌下来都不能进来。爹，苏小姐也在吧？苏小姐，爹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苏小姐在这儿？张广发带人收拾后门呢。今儿晚上他自个儿在那儿守着，我就知道咱们家今晚必有贵客来访。杀头抄家来得慢是不是？李家少爷。瞧。苏小姐，您上哪儿去？我陪你去。我要去平遥一带，李家要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，你爹亲自陪同。这事不必劳动我爹，我去就行。爹，我给您趟出一条道来，省得万一折损您老的名声。小孩子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谁会给谁让道啊？你要是真能在山西的地界上撑过1年，也算是大功一件。敢去吗，小子？若让我去，必扎根在此。山西富商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经商，从扫地、倒水、小伙计干起，没个几十年的经验，怎么可能会坐在掌柜的位置上？就你这个样子，人家一看就是个纨绔子弟，来玩票的。不是爹，我倒是觉得李公子去甚好，名重天下的李万堂一出马，会搅得人尽皆知，很多事儿就不好办。多谢，爹，我这次一定收了自个儿的习气，扎扎实实的在山西做出一番样子。我的事儿办成了，就把山西老八家的脑袋做酬劳送你，区几个店铺，闹不出什么大笑话。李公子，还有件有趣的事得告诉你，你的老朋友现在人正在平遥。谁呀？
宁古塔的书生古平原呀。古平原逃到山西去了。您怎么知道？我的眼睛多啊。那个姓古的，我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过来。老天爷造就这么好的人才，却落到这种地步，这个朝廷不亡，实在没天理。天下人才是有的是啊，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流人，他算什么人才？苏小姐还言过其实了。您认得？不认识，听犬子提起过。他怎么可能会活着逃出来呢？是，我也纳闷，我到山西问问他。你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跟流人打交道？那苏小姐还是反。反贼。哼。狗大哥，我看你半天了，没敢招呼你。怎么，怕我跳下去啊？要跳，你在宁古塔边跳了，还需今日啊？睡不着觉，出来想想心事，想想将来的事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想你娘，自己在难过是不是？有时候道上风雪阻了，一个人坐在外面，我就常常会想起我娘。我对她记得很模糊，我只记得下葬的时候，她头发还是黑的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脾气，我问了，爹也不肯告诉我。你也同我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是思念娘亲。我是老娘，明明在徽州，但回不去，无法尽孝。他一人抚育我们兄弟2人，本盼着我科场扬名，谁想沦落至此。在宁古塔，每个人做梦都想逃出来，可真的逃出来又能怎样？天下之大，无处安身，有家难回，有国难投。想起小时候私塾里，先生每每喝醉酒，总会唱戏，唱林冲夜奔，80万禁军教头，急走忙逃，顾不得忠和孝。如今想来，真让人同声一哭啊！所以你一定要接这个买卖，是吗？我很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们到了科尔沁，你会留在那儿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瞒不住我的。我留在四爷身边，只能给你们招致更大的祸患。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啊！倘若你们这一次可以平安往返，也算是我报了他的大恩了。哎，哪个要你报恩啊？你当真好笑。你怎么了？我去睡觉，你跳吧。啊？爹，这哪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咱家有这么大个地方啊？这
这些个金银元宝是刚刚从官炉里面提出来的。这面墙大多是高丽国的大灯珠，和田美玉。这些都是药材。这还是你从宁古塔带回的人参呢。爹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？古人讲啊，创业容易，守业难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跟你讲，好好的找一家店铺，学着做生意，不着急创业。只要把生意做平稳，家产守住了，传给子孙，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山西能不能不去啊？爹，您已经答应我，山西我一定要去。我现在不答应你了，我就不应该让你去宁古塔看那个热闹。那个逃出来的刘仁，一旦有人发现了你跟这种人来往，找御史上那么一本，转眼就是泼天的大祸。爹，您自个儿都敢违背朝廷体制，派船去关外买私货呢，现在都怪我和刘仁交朋友。所以我现在都在后悔啊！如果当初贪心没那么大，那多好啊！儿子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师，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。啊，山西还是我去吧。爹，我要真的想像那些富家子弟，愿意整天提溜个鸟笼子啊，泡茶馆、耍钱逛窑子，我早就那么干了。可是咱家这些银子不是我赚的，您自个儿留着吧。山西我一定去。我站住！好好在家里享福不好吗？生意做得越大，盯着你的人越多。等把你养肥了，拿刀子在你脖子上割那么一下，吃肉和血。我是人，我不是您养的猫狗。您知道手底下那些掌柜现在怎么看我吗？觉得我是二世祖，觉得我是窝囊废。您是李百万，长江以北的第一巨商，您怎么能把自个儿的孩子当窝囊废养呢？山西它不是个好去处，天底下哪儿有好去处啊？您自个儿都老跟我说呢，谁也不会给谁让路的。那这些银子他自个儿长腿跑咱家来的，爹，我这辈子就想学您，但您为什么老要把我往外推呢？孩子，你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你不行。您除非是把我腿打折了，嘴给我缝上砌那墙里头，不然这山西我非去不可。队长，前面有休息的地方。老弟啊，都准备好了。兄弟们，走黑水沼，是咱们拿命跟老天爷换饭吃。走，大家都记住，6个人在前面打前站，用木棍敲地面，能走则走，不能走就留路标。兄弟们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吉祥天天啊，富贵保平安。哟天快黑了，都提提神儿，加把劲儿，过了这段就休息。无求无水的心。
歇歇脚啊！四爷，四爷，马车上给找的了！就是我拉住人，不要把人推进去！别走了，车不远了，快叫人！策马分离，把马将撤了！快叫人，把马将撤了！叫人！叫人！快叫人！叫人！叫人！这哪会陷进去啊？出事儿了！小姐出事儿了！爹！月儿，月儿，爹！月儿，爹来救你！爹！小姐怎么会跑到那儿去了？小姐从宫回来，不知咋就迷路了。月儿，别怕，爹来救你！他不敢，他不敢！回来，回来，月儿别慌！顾兄弟！顾兄弟，顾先生，顾先生，当心啊，顾兄弟！顾先生，顾先生，慢些，顾先生，兄弟啊，顾先生，赶紧用胶带系绳子，系石头，快！快把裤带系好了。月儿，月儿，你别慌，你别慌啊！把手给我，再近一点，烧，快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你现在没时间，要不陷得越快。来，别跑。来，深没深？别怕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别怕，再不多看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沉进去了，可就看不见了。我知道。顾兄弟，月儿，坚持住！顾先生，快快快！放下来，放下来！就我最没用，我把你害了。我把你们都连累。别说这样的话。大不了咱俩一块死在这儿，一块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，一起说说笑笑，不是挺开心的？你们两个不要乱动，越挣扎闪得越快。月儿别怕，爹救你。握得不够，往上拿。让开！再找俺几个，快快快！顾兄弟，接着！撑住，顾兄弟！顾兄弟！顾先生，顾先生，帮我！顾先生，兄弟有救！顾兄弟，拉紧绳子，分到身上。
好走就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之前我是不是说话得罪你了，让你不高兴了？你没得罪我，我刚刚真的以为我要死了。你过来，我心里快活的要紧，就算死了，我也高兴。郭大哥，我以后再也不生你的气了。我们俩的命是长在一起的。这些话我没跟别人讲，你也别跟别人说。我不跟别人说，我不跟别人说，放心，我不跟别人说。喂，怎么大早晨喝这么多酒啊？李三儿，醒醒醒醒！来，看看这是谁？看看。谁拿来的？这位山西来的朋友一路打听过来的。你认得？见过。什么时候？大年30。在哪儿？平遥县城。你要撒谎，老子手脚了你！不敢。我的狗，我亲他的。已经报给上面了，要打走官面。我的三儿，我去哪？李三儿，我的狗我去哪？我的狗我去哪？抓住了，在这儿和你一起养马。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好久不见，你可来晚了，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！能见面已经是老天爷赐的福气了。四爷，又见面了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九死一生啊！托长生天的福啊，只丢了一车货，其他完好无损。好，这会儿回营地，晚上好酒好肉伺候着。王爷在吗？我得先给王爷磕头问安啊。那可不巧，王爷刚刚带兵出征，跟西蒙的小汉王打仗去了。哦，走吧，走，先回家。走。这。哎，马帮的兄弟们，先吃喝一点，填填肚子。犒赏了是只羊，晚上继续喝酒。感谢汉龙大管家的盛情。干！得了，哎，
黑子，你带着兄弟们下去，把帐篷安顿一下。我和谷兄弟一个意见。得嘞，来，你们仨跟我走。好。大管家，我来接你。咱们啊，先不忙着喝酒，我觉得先把药品啊尽早的发放下去。这个病要是闹大了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四爷说的对，这个病闹起来的时候，连马都上不去，所以王爷着急嘛，让你们按时到。我们到也到了，先清点一下药物，把银钱和账目算明白，我再陪您喝个3天3夜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心里安心，我带的兄弟们也都安心。这个事情嘛，我要问一下王爷。汉龙大人，王爷走的时候没有交代吗？这批药材他不是催得很着急吗？我兄弟，听我跟你讲，虫子在我们肚子里，又不在你们肚子里。我问完王爷也没有几天嘛，你们着急干什么？难道这草原上的酒不好喝，羊不肥吗？你们就好好歇着。反正虫子在我们肚子里，不在你们肚子里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感情这个汉龙他没生病，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。催我们的时候急如星火，我们紧赶慢赶的到了，又说这种不着急的话。跟这个汉龙打交道，可真要费点心思。他是个假货，他不是蒙古人。你跟蒙古人打过交道就知道了，没那么多花花肠子。现在王爷不在，汉龙当家，几万两银子的活，难保他不起贪心。哎，说得好！哎，射中铜钱的都上2只啊！谷兄弟，喝酒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汉龙大人，王爷回信了吗？不着急，先喝酒，喝酒啊！哎，四爷，您不着急，肚子里的虫子难道也不着急吗？谷兄弟，你是个好汉子。我也是好汉子，我跟你打个商量，你的面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？不是，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在您大人面前，我哪敢讲什么面子呀？您需要我们做什么，尽管吩咐下来就行。干杯！啊，来！那这样，哎，王爷在前线打仗打得不顺气、不顺手，不停地在催药，这个钱的事情，他没有讲过。他在气头上，我们也不好问。既然大家都是兄弟，你就先把药给我，让士兵们吃了药，身体都棒棒。这个仗一打赢，这个王爷一高兴，说不定还多给你们几个呢。好是好啊，只是我们马帮的这些兄弟都是苦出身的，就一家老小要养的。如果在这草原上耗了太久，要等到王爷打赢了仗再回去，那全家都给饿死了。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把这些兄弟们的脚力钱、药品钱呢，全给结了，也让四爷回到平遥。等什么时候天气暖和了，再来科尔沁，给王爷磕头谢恩。我留下来陪您喝酒。谷兄弟，你要是为了这点钱不把蒙古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了，没有，那我就没法当你当朋友了。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的让人去问问，挨这一顿鞭子也把钱给你们结了。那就多谢了，汉荣大人。说到底，韩龙就是不想给钱。太堂堂王爷不硬抢呀！小声点。在人家的地盘上，人家兵强马壮，强你怎么了？打又打不过，跑也跑不了。
最近几天，韩龙一直陆陆续续的调了110个骑兵过来。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要调去前线的，没想到原来是来围咱们的。哪能要死在这里啊？啊！咱们要真这样空手回家，兄弟们的脚力费先不说，那我多车要的钱怎么结账？真是把人往死里逼。实在不行，就把药给他。这些弟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我得全虚全影的把他们带回去，绝不能死在这儿。C， 你要是把药留在这给他们，咱们真的死得更快。韩龙他一定会带一支骑兵追上来，在半道上截住我们，给我们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认怂，要和他们硬斗。我现在能想到一个主意，但是得马上做，今晚就得做。我们蒙古人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他们也不肯把药给我们，还想多要我们钱。今天就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。走走。韩龙大人，这是干嘛呀？顾大哥，哎，哎呀，程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整来2匹马，就在外面，现在就走。哎呀，你简直胡闹！快跟我回去！我回哪儿去？回去让他帮我。哎，药呢？去找啊！听我爹说，这些年外人袭扰，蒙古各部落动荡不安，他们争河流、争草场，抢掠子女。这么美的草原，如今却硝烟四起。长思，不行，别动我脚，别动，滚！快扔的！看到那边挖的坑了吗？看到了，那就是埋你们的地方。我们就这么几个人，你挖那么大坑干嘛？笑，笑！我这死鬼，我笑！要死了！你是不是觉得这天下没人能管得了你了，是吗？青天白日，众目睽睽，你就打算明抢啊？
你们简直连土匪都不如！王爷回来，岂能饶得了你？王爷回来，王爷回来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的货根本就没有送到，咱们军机就有可杀之罪。好，来，好汉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坑儿。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给活埋了，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！对，停下上路！你看到那个紫红色的大岛没有？那应该是科尔沁王爷的地方。那边那个是青色的，应该是蒙西那个大汗的。你看后面那个没有顶的那个帐篷，应该就是科尔沁王爷的所在之地。那么远？或许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从战场直接穿过去。不行，听话。什么我听话？你听我的话才是正经。那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乒乒乓乓的开炮，你有几个脑袋能过去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花时间绕过去啊？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绕过来，你就死在战场上，那不如一条虫子。整个营地就这么大，他们挖地3尺的话，很快就能知道药瓶在哪儿。既然咱们俩是一起出来的，就绝对不能死在一起。我只能赌一把了。上去！上去！没什么。长思，现在谁是乌龟王八蛋？药呢？我那个姑兄弟和你那个闺女偷走了我2匹马。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当我3岁小孩啊！那边上百门大炮，4、5万骑兵，他们2个想去告一状，把骨头抓得红的不剩了。我现在问你，是给你个机会。你给我机会，我长思敢带着闺女和弟兄们走黑水沼，早就把命交给老天爷了。药现在没了，我看你怎么向王爷交代。妈呀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看王爷回来是信我，还是信他们？走走走。
看老头儿，狡猾的很嘛，把货藏在马厩下面，以为我就找不到了。啊，下辈子好好求菩萨保佑，有个好命吧。来了来。来了，来给你收尸。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要不我就杀了他！长四，你看，海龙，你我长四，这面团啊，让你捏来捏去。长四，孩子，你绑了。快走！进去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新抓来的男的充军，女的为奴，把他送去服侍附近。过来！常姑娘，进去！上！过！进去！好好干活，要不然把你累死。在这儿好好伺候着。看什么看？老实点！你要逃走，会死掉的。马没有他们快，也没有弓箭，别做傻事。我还有朋友在，我得去找他。
朋友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很多年都没听说过这句话。走啊！这是疫病，这是黑疫病，都离他远点！黑疫病，离他远点！黑疫病，离他远点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放箭！放！福晋，请进。去把王爷请来。是。王爷，这仗是怎么打的？王爷，咱们的人不能再死了，您不能再骂他们了。这娃子的弓箭再准，也比不过他们的火枪。这叫什么事啊？勾结外人，杀自己的弟兄，这叫什么英雄？人家不想当英雄。王爷，他们要的是科尔沁草原。如果我被打败了，我可以把草原送给他，但我给的是自己的兄弟。可他现在做了贼，我1寸土地都不会给他，除非这儿的血流干净。王爷，西门小孩王到。